很多人会说，美国经济预言家邓特喊崩盘喊很多年了。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他喊几次，而是如果市场真的开始转向，资金会先流去哪里？真正的大转折，很多时候不是先出现在股市，而是先出现在汇率。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在1918年11月才正式结束，但是为什么一战还没打完，停战协议还没签，德国股市就提早几个月出现断崖式的大崩盘？因为聪明的资金早就透过时间规律看穿了兴衰的宿命，提早撤离。这就是周期的威力。散户在等新闻，而大户在等周期转折点。当我把300年图表放在一起研究时，我发现市场看似混乱，但时间往往有秩序。真正让人不安的，往往不是下跌，而是不知道自己站在哪个周期。所以今天，我想从汇率与股市结构带大家看懂下一个转折。真正的大转折一般最早是出现在汇率。自2025年华载周期公开以来，这一集我想从汇率、资金流向以及股市周期结构带大家看懂下一个转折。因为当股市周期与汇率周期开始同步共振，真正的大周期往往早已悄悄转向。华载周期结合100年财经理论与全球市场数据，研究的不只是价格涨跌，更是资产转折、风险结构以及市场共振出现的时间窗口。2027年中附近接近大 C 波高位转折区，当市场进入重大周期转折时，全球汇率、资金流向以及风险偏好往往也会同步出现剧烈变化。因此，真正重要的或许不是猜高低点，而是提早看见周期，理解结构，并在转折来临前做好准备。例如2007年股市来到大 C 波高位转折，市场真正关注的是全球资金进入避险循环。因为每一次大型周期高点形成后，最早出现变化的是资金流向本身。当股市从大 C 波高点正式转向小 A 波下杀阶段时，全球资金的风险偏好通常会快速下降。此时，多数非美货币转弱，高风险资产转弱，全球资金回流美元体系，紧避险型货币逐渐开始升值。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日元，因为在历次市场风险升温阶段，日元经常成为国际资金的重要避风港之一。尤其当全球股市大幅回落，先前借日元买股票的人将有还款压力，市场杠杆开始收缩，日元的避险特性往往会被市场快速放大。所以，真正需要观察的已不只是股市本身，美元、日元、欧元以及全球资金之间的流动结构才是更深层的市场核心。每当市场正式进入小 A 波急跌阶段时，欧元日元汇率通常容易成为全市场最弱势的汇率结构之一。原因在于，当美元进入升值循环，日元开始出现避险性升值，同时欧洲市场又面临资金撤离压力时，欧元对日元便容易出现快速且连续性的贬值。散户以为欧元日元大贬只是欧洲的事，但大户看的是全球套利交易正在集体平仓、拆杠杆。当外资开始疯狂把欧元、美股换回日元还债，你在股市场看到的就是毫无预警的集体杀盘。这个世界上真正决定市场方向的，从来不是价格，而是时间。邓特警告股市将迎来80%的大崩盘，巴菲特预言美股未来会看到100万点。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观点，其实都没有错，这只是时间尺度的问题。如今，华载周期正逐步克服时间的障碍。当你开始掌握这套理则，你将不再为股市的短期涨跌感到焦虑，而是学会带住期待静候大行情的演变。从100年周期来看，2034年的大 C 波高位转折，一路回推至2031年与2027年，皆是股市高位循环的关键节点。当你逐步理解华载周期，你就能在每一次市场大转折来临前，提早做好准备。从2007到2024，在每一轮大 C 波高位转折前后，我都持续透过公开研究、出版著作与市场记录，提前为大家留下观察与提醒。而今天，我正是为你们揭开汇率快速转向的隐藏周期。许多重大转折其实都存在固定的时间共振，包括7年循环、10年循环、17年循环、黄金比例时间窗、华载数列、全球资产共振结构。当这些周期开始同时重叠时，市场往往就会进入大转折区。真正的大行情，它会同步反映在美元指数、欧元日元、黄金、债券、原物料、全球资金流向。当这些结构开始同时共振时，新的大周期往往就已经开始。
华载周期之所以能克服时间，精准对位未来，就是因为掌握了这6大维度交织而成的时间共振。今天你也可以。狗会护食，人会藏私，因为我们看不见未来的希望。当一个人开始相信资源会流动，时间会循环，分享反而会为你吸引到更高的能量，化为身上真正的力量。就像这一波全球股市大多头，你是否赚到很多钱，其实未必最重要，很多时候都只是眼前的格局。真正拉开人与人差距的是你能否穿越周期。如果无法在转折时避开风险，眼前的财富不过是黑天鹅来临前的惊鸿一瞥。华载周期不只带你看见下一个周期，更带你穿越循环，穿越恐慌，穿越贪婪，甚至穿越命运的转折。这不是空想，当你看懂了时间结构，未来自然清晰可见。当我将100年前4大财经巨擘的智慧升级成更细致的华载周期时，你会发现市场的盲区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无数条清晰可见的机会航道。把市场结构进一步细分，从3到4年的周期，再细分为大 ABC、小 ABC 波的轮动节奏。因为每一层结构都可能存在属于自己的时间节奏。如果长周期告诉我们方向，那更细致的周期研究，则是在缩小时间误差，从年度尺度逐步缩小到月份，甚至更小的时间窗。因为当时间误差开始缩小，我们看见未来的轮廓也会越来越清楚。我们不需要抓住每一次行情，只要抓住属于自己的周期，下一次转折，希望就可能再次出现。这就是华载周期令人振奋的地方。例如，眼前市场正逐步进入第13轮华载周期，目前观察，大 A 波上涨已逐渐进入尾声，全球股市也正在接近原先规划的2026年中时间转折区。回头看前一波4月10日，在周 K 线结构中，低点转折已成立，而市场往往有一个特性，越接近高点末端，涨势通常越急、越快，越容易让人失去警觉。这一次也不例外。随着图表中的6月5日时间转折逐渐逼近，目前模型偏向高位转折几率较高。至于是否正式形成转折，市场永远没有100%，但从目前结构来看，出现高位转折的几率仍偏高。若以正常修正来看，股市最基本的回档目标，先观察季线附近。现阶段偏向多方操作的人，先提高风险意识，保守观察。依目前周期推估，下一阶段大 B 波低位转折偏向落在9月底前后，那里反而可能是下一次布局多单的重要时间窗。以前一轮大 A 到大 B 波修正为例，虽然大盘当时仅回档约 8.5%， 但许多中小型科技股跌幅超过 30%。如果选错标的，即使指数跌幅有限，伤害仍可能很大。因此，现阶段最重要的未必是急着操作，因为有时候观望休息本身也是一种操作策略。未来你将会在这里看到更多全球股市周期、汇率循环、黄金比例时间窗以及黑天鹅结构的深度研究，这些都将逐步成为华载周期最核心的研究版图。我成立华载周期共振有限公司，是希望将这套淬炼出来的时间理则持续整理，代代传承下去。这一次，我们将从台湾出发，带着这套理论正式走向全世界。如果你感受到华载周期能帮助你更理解市场，也希望一起参与这套研究的成长与传承，欢迎加入未来人团队。从支持出书计划开始，一步一步理解周期循环、时间结构以及市场背后的运作逻辑。就像我前面说的，人会藏私，是因为看不见未来的法宝。但我早在20年前出版金融预言书开始，就选择持续分享至今。这20年来的倾囊相授，非但没有让我匮乏，反而让我身上布满了更强大的无形法宝。这一点，我相信一路上跟随我的大家一定都感觉得出来。今天这支影片，哪一个观念最触动你？是看穿兴衰的历史，还是大 C 波到小 A 波的资金流动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心得。我们个人的力量很小，但时间的规律很大。如果你也感受到了这股时间的共振，想跟未来人团队一起穿越这轮市场循环，参与接下来的全新出书计划，并掌握更细致的时间窗，欢迎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，成为核心成员的一份子。我们不盲从市场，我们只跟看懂规律的人一起携手走向世界。华载周期，看懂时间的人才能看懂市场。